2008年的金融危机，380万个美国家庭失去房产，流离失所。同一年，一家百慕大的小公司却在风暴中心靠着美联储的一系列救助计划全身而退。危机之后，人们才慢慢意识到，纳税人的房子被兜了华尔街的烂账，而这家离岸公司67亿美元的烂摊子却一笔勾销。这家公司叫 Liquid Funding， 没有办公室，没有员工，但有上百亿美元的债务发行额度。他的实际控制人叫杰弗里·爱泼斯坦，但真正的问题不是谁替他上了后，而是67亿美元从哪来到哪去，至今没人说得清。大家好，这里是有点在理，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爱泼斯坦背后的洗钱帝国。关于爱泼斯坦这个人，其实至今还有很多未解之谜，比如他到底经手了多少钱，和他有过金钱往来的权贵还有哪些，他们交易了什么，钱都流向了哪里。但是一些被曝的资金流水、公司架构和监管文件里，却留下了非常多的蛛丝马迹。小李就姑且从目前能找到的文件里，分4个模块拆解一下爱泼斯坦的洗钱帝国。第一，他的钱到底是怎么来的？第二，这个洗钱帝国是怎么运作的？第三，摩根大通、德意志这些顶级银行又是如何成为洗钱帮凶的？第四，也是最重要的，究竟是谁设计、允许并且默许了这一整套结构运转了10几年？爱泼斯坦死后，已知的账面资产是5.78亿美元。但矛盾的是，作为一名自称只服务10亿美元以上资产客户的顶级财富管理人，他手里没有基金，没有持仓记录，没有任何可查询的投资业绩。而那些愿意给他钱让他服务的人，又是全球最顶尖的商业头脑，什么零售帝国缔造者、千亿私募掌门人、硅谷科技巨头。所以，爱泼斯坦这个服务到底是啥？答案是某种正规市场上不存在、买不到的东西。要理解他的服务，我们得先理解一个概念：家族办公室。当一个家族的可投资资产来到几亿美元这个量级，传统的私人银行就不够用了。你需要的不只是一个客户经理，而是一整支专属团队，里面包括律师、税务师、投资经理，全职来服务你的财富、税务和传承设计架构。目前呢，全球家族办公室掌管的资产保守估计也在6万亿美元以上，那不保守的就请大家自行想象。但家族办公室有一个缺陷，它仍然是表内体系的一部分，比如大额度证券投资、并购、基金份额必须通过受监管的金融机构执行，做了就有记录。但对于那些资产结构极度复杂或者有特殊隐私需求的顶级富豪来说，这种透明度本身就是一种麻烦。爱泼斯坦提供的产品服务恰恰是表内体系的镜像产品，一个尽量绕开常规披露，把痕迹压到最低的影子家族办公室。说白了，就是专门帮人做那些正规加班不能做、不敢做、做了会被写进合规报告里的事情。那谁会有这样的隐私需求呢？来，我们先看看爱泼斯坦2个已知的金主。第一位叫莱斯利·韦克斯纳，名字你可能不熟，但他创立的品牌你一定知道，维多利亚的秘密。身价数10亿美金，妥妥的顶级富豪。他给爱泼斯坦签了一份叫全权财务委托书的文件。这份文件的效力是，爱泼斯坦无需任何审批，就可以以他的名义调动名下的全部资产。听起来是不是感觉为啥这么信任爱泼斯坦呢？这投资回报率得多高啊？其实重点不在这儿。根据美国证券法，管理超过1亿美元的投资经理呢，每季度必须向 SEC 提交13F 表格，公开披露持仓。但爱泼斯坦不仅从没注册过投资顾问，交易还都是由韦克斯纳、信托或者空壳公司展开，所以一直不在这个13F 申报体系之内。这意味着数亿美元的资产可以通过他的手在全球市场流动，而不触发任何的强制披露机制。所以也不是韦克斯纳多信任爱泼斯坦和他的投资能力，就是在做监管套利。公开记录可以看到，韦克斯纳前后一共给爱泼斯坦旗下的一家叫 Financial Trust 的公司贡献了大约2亿美元。2007年，两人闹掰之后，这家公司的费用收入直接从巅峰期每年数千万美元暴跌到只剩几百万。金主一断供，收入基本归零。他赚的从来都不是什么投资回报的管理费，就是一个你付钱，我帮你隐身的代持费。好，我们来看下一位，莱昂·布莱克，阿波罗全球管理的联合创始人，掌管着接近1万亿美元规模的资产。已公开的调查显示，他在2012到2017年间向爱泼斯坦支付了大约1.58亿美元，名义上叫做税务和遗产规划咨询服务。很显然，这一大笔钱买的不是什么咨询小事。大家应该都听说过，美国的联邦遗产税很高，边际税率呢能到40%。对于净资产数10亿的家族来说，快过半的税实在不想给。
布莱克之前其实已经自己设计了一个叫 GREAT 的美国本土信托。咱们简单看一下逻辑啊，你把资产放进信托，保留几年固定的年金回报，剩余的增值部分几乎可以零税传给下一代。如果你投资设计的足够好，一笔上亿资产的90%增值税都能免税落地。当然，这个 GREAT 也不是万能的，比如国税局认定你的设计意图本身就是为了避税，那整个结构就会被推翻，重新计算税负。此时呢，爱泼斯坦站了出来，拿了一套自称独家方案的更好的结构，其实就是优化版的 GREAT。过程比较复杂，我打在屏幕，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暂停一下。我们怎么理解这个手段有多厉害呢？一套连招打完，布莱克聘请的顶级精英律师团队都看呆了，说这简直是大满贯制度。前后加起来一算呢，爱泼斯坦保守帮布莱克省了16亿美元。咱再回到开头的问题，爱泼斯坦卖的是什么？韦克斯纳的全权委托购买的是监管穿透力，让资金流动脱离 SEC 视野。布莱克的咨询费呢，购买的是税盾架构，花最少的钱实现财富跨代转移。但归根到底说的就是一个事儿，顶级富豪需要一种服务，核心价值不是回报率，而是不被记录。而爱泼斯坦恰恰是这套影子体系最好用的代理人，这好用的口碑在金主之间流传开来，自然客户越来越多。但下一个问题是，钱进入他的体系之后，如何洗白，如何转移，又如何让大部分资金流向，至今是一个谜。这就涉及他设计的第二层架构——洗钱系统。先声明一下，本期内容纯属拆解，洗钱是违法的。看完呢，你唯一能洗的还是你的衣服，当然鞋子也可以。好，说正题，全球反洗钱系统呢，每年能监控超过2000万亿美元的资金流动，但爱泼斯坦都嘎了6年了，大部分资金流向都还没有查清楚。这不能完全说是执法的能力问题，因为爱泼斯坦设计的这套洗钱架构可以说是精准地卡在了监管体系的结构性盲区里。反洗钱领域有一个国际通用的标准模型，分为3层，分别叫放置、分层、整合。爱泼斯坦的操作可以说是这个模型的顶配版本，名字比较专业，但你听我讲完肯定能明白。比较复杂枯燥的内容，我都会给你打在屏幕上，有兴趣都可以暂停看。洗钱的第一步是让资金换一个身份，目的呢是脱离银行的实时监控。咱刚提了表内的概念，其实就是一个意思。银行保密法的监控范围只覆盖金融交易，什么银行转账、证券买卖、大额现金存取，但有一类高价值交易长期游离在反洗钱体系之外。你可能猜到了，就是不动产和艺术品。爱泼斯坦的操作正是利用这个漏洞。先说不动产，韦克斯纳在曼哈顿东71街有一座豪宅，通过多个壳公司和信托之间的辗转，最终都到了爱泼斯坦名下。而它的房价非常的跳跃，啥意思呢？在纽约市的产权记录里，它的多笔转让登记金额都是0，但在韦克斯纳的嘴里呢，这套房子以评估价2000万出售，而这栋豪宅后来的真正估值超过了7000万美元。请问屏幕前的你，这栋房子到底多少钱？是不是听懵了？咱们看看为啥能有这么多数字。第一步，韦克斯纳先把豪宅低价过户给爱泼斯坦，这是房产交易，走产权登记系统，银行不管。第二步，爱泼斯坦用这栋豪宅做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银行审核的是房产估值，不是房产来源。第三步，贷款资金就这样进账了。此时，这笔钱的法律性质已经从资产转让变成了商业贷款。一个完整循环下来，原本按照赠与要交税的操作，变成了一笔普通抵押贷款，合法合规，还不引人注目。艺术品的逻辑相同，但更隐蔽。还记得我们之前博物馆那期视频吗？一幅画值5万还是5000万，操作就多了去了。我们可以在公开文件里看到，爱泼斯坦与布莱克之间存在大量的艺术品交易，真实目的呢，就是转换这个资产的性质。好，第一步做完了，资金已经脱离银行视线。下一步就是让流动轨迹彻底无法追踪。爱泼斯坦选择的核心节点是美属维尔京群岛，不是更出名的那个英属。它作为美国属地，自然用美元，资金可以无障碍进入美国银行系统。但同时，作为非并入领土，它又不完全适用美国本土的税法和披露规则。这个岛的税务体系有2个特殊性：第一，当地注册的实体可以享受超过90%的所得税减免；第二，在当地用特定信托结构可以做一笔笔的糊涂账，跳过富人最害怕的遗产税。更关键的是，爱泼斯坦不只是这套体系的使用者，他是规则的参与制定者。我们看这里的信息，他多次向维尔京群岛政客捐款，还直接介入当地经济发展委员会税收优惠政策的修订讨论。所以这个岛就成了一个完美的灰色交界点，允许资金在美国主权和离岸隐私之间反复跳转。
在爱泼斯坦设计的这个路径下呢，美国本土资金到 USVI 壳公司，再到百慕大实体，再到瑞士私人银行，再到下一个离岸载体。如果 FBI 想穿透这个架构会怎么样？你看，查 A 公司发现 B 控股，查 B 发现注册在百慕大，需要申请跨境司法协助。等程序走完，钱仅通过 C 转到了瑞士，而 C 的登记法人 A 可能是一个10年前已经注销的空壳身份。这套架构的设计目标只有一个，让调查速度永远追不上资金移动速度。金融领域管这种结构叫影子银行，行使银行功能但不受银行监管。到这里大家应该就明白了，爱泼斯坦为什么能把隐身当服务卖，就是背靠一整套横跨多个司法管辖区的离岸网络。经过前2层已经洗得差不多了，换过身份，跨过国境，抹掉轨迹，最后一步是让钱以合法收入的面孔再走回来。怎么走呢？爱泼斯坦最常用的通道是2个：慈善捐赠和科研资助。像哈佛、MIT 大笔捐款，钱进了大学账户就变成了善款，换回来的是学术圈的人脉和一个体面的公共身份。钱洗白了，人也白了。但这一层更精妙的地方，不是怎么让钱回来，而是出事了怎么办？咱们法学生一定知道一个词儿，叫刺破公司面纱。当公司用于非法目的时，法院可以穿透有限责任保护，追究实际控制人。对于爱泼斯坦背后的金主来说，这就是最大的威胁。但是爱泼斯坦直接站了出来，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信用垃圾桶，来赐我一个人。所有可能触发法律穿透的高风险操作，什么可疑资金、离岸转移、敏感关联，全部集中在他个人层面。反正我的声誉早已是负资产了，再加一个洗钱标签，没有边际损失。金主始终隔着2-3层，就算查到了，也可以声称我只是聘请了财务顾问，对其行为毫不知情。就比如韦克斯纳反复声称自己被爱泼斯坦欺骗了，就是一套标准的切割话术。而爱泼斯坦自己呢？他的保险箱里有一本用假名办的奥地利护照，旁边放着7万美元现金和48颗钻石。这是一套随时消失的工具包，它不只是防火墙，还是一面用完即弃的防火墙。这套系统解释了他大部分资金至今沉迷的原因，但细心的观众应该发现了有一个环节始终没有绕开。不管钱怎么嵌套，怎么换皮，怎么跨境跳转，这些可疑资金到最后都要在银行开户、转账、提现，每一步都还得有银行配合。而那些顶级银行，他们真的被蒙在鼓里吗？美国的反洗钱体系理论上是全球最严密的，比如银行保密法要求金融机构报告所有超过1万美元的现金交易，爱国者法案给了财政部冻结资金的权利。金融犯罪执法网络每年处理超过2000万份活动报告，但是这套体系有一个结构性缺陷，非常依赖银行自主申报。监管机构不直接监控账户，而是银行提交的报告，银行不报就等于看不见。但爱泼斯坦案的核心问题不是银行没发现，而是银行发现了但没报。摩根大通和爱泼斯坦合作了差不多15年，这期间他的账户触发了反洗钱系统的几乎所有标准警报，比如多次提取大额现金，资金频繁流向无商业实施的离岸实体，大量交易使用代持人结构，真实受益人无法串通，等等等等。而且警报也确实响了，摩根大通的合规部门呢有4次正式提交了建议终止与爱泼斯坦合作的风险评估，结果都被高管打回来了，每一次都保住了他的账户。2023年，诉讼披露细节更进一步，银行的员工曾经亲自指导爱泼斯坦将大额提现拆分为多笔9000美元以下的交易，精准避开1万美元的自动申报线。这个操作叫 structuring， 是银行保密法明确禁止的联邦重罪，已经不是客户的罪，而是银行协助客户规避监管的罪。德意志银行的情况更直接，2003年，德意志银行接受爱泼斯坦开户，此时距离他因为性犯罪被定罪已经过去了5年。按照标准 KYC 的流程，这类客户应该被标记为 PEP， 就是政治敏感人物，触发强化禁止调查的流程，走更严格的背景审查、更高的审批层级、持续的交易监控。但实际情况是，这些程序竟然被跳过了。内部记录显示，爱泼斯坦的开户申请走的甚至是简化通道，银行为他处理了数千万美元的电汇，其中大量收款方是年轻女性，金额模式与后来受害者证词中描述的付款高度吻合。合规系统对此的响应是没有响应，直到2018年，迈阿密先驱报的记者朱莉·布朗的调查报道引爆了舆论，德意志银行才紧急终止了合作关系。类似的顶级下的银行名单还有纽约梅隆、美国银行，甚至还有俄罗斯阿尔法 Bank 这种极其敏感的名字。那银行为什么愿意冒这个险？诉讼文件给了答案。爱泼斯坦曾经帮助摩根大通，在私人银行的逻辑里，一个能触达全球顶级富豪圈的超级连接者，价值远远超过一个账户的合规风险。
因为爱泼斯坦，摩根大通被罚了2.9亿，德意志银行罚了1.5亿，听着很多，对吧？但如果算一笔账，摩根大通2023年净利润496亿，罚款只占利润的0.58%，没有高管被起诉，没有牌照被吊销，更没有人坐牢。银行的反洗钱系统确实检测到了异常，但能通过人工复写和流程简化大开后门，所以这种失职反而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因为违规成本远低于违规收益。但到这一步还不是爱泼斯坦这套系统的完全体。2008年，联邦检察官已经追踪到了爱泼斯坦洗钱帝国的核心资产，一家能发行200亿美元债务的百慕大公司，没错，就是我们开头说的那家。调查马上就要触及真正的金主名单。结果，一份甜心协议出现了。一个人想要在美国横行10几年，光有钱不行，还得有一样东西——免死金牌。而这张金牌是美国的法律系统亲手发的。很多人把爱泼斯坦的私人岛屿当猎奇新闻看，觉得就是个有钱变态的游乐场。但从金融和法律角度看，那座岛更像一个精心设计的工具。它有3个功能：第一，司法隔离。它在美属维尔京群岛，不在美国本土，联邦执法要过去，程序复杂，成本极高。第二，无痕的交易场所，这里没有监控，没有备案，没有第三方见证，岛上发生的一切不需要向任何政府报告。第三，控制筹码，你来过，你参与过，你就被记录了。但这个记录只有爱泼斯坦有。用金融术语说，这座岛是大佬们的链下账户，所有交易都发生在系统之外，干净的像从来没发生过。很多人以为爱泼斯坦是2019年才突然被盯上的，其实早在2006年，佛罗里达的警方就已经把他的底裤都查穿了。当时的证据多到什么程度呢？几百页的监控记录、受害者的口信，甚至是带血的证据。联邦检察官已经摸到了爱泼斯坦最重要的离岸武器，就是那家叫 Liquid Funding 的百慕大公司。这家公司非常诡异，没有办公室，却有权发行高达200亿美元的债务，背后站着摩根大通和贝尔斯登。它装满了后来引发金融危机的次贷垃圾。当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时 ，Liquid Funding 欠下了67亿美元的巨债。你猜这笔钱是怎么还的？是通过美联储的紧急救助计划，用美国纳税人的钱还掉的。2008年，爱泼斯坦面临联邦层面的犯罪指控，可能涉及洗钱、跨州运输未成年人等重罪，最高可以判终身监禁。一位检察官向大陪审团申请传票，要求调取爱泼斯坦自2003年以来的每一笔金融交易。如果这份传票执行下去，整个洗钱帝国会被连根拔起。但他没有，因为臭名昭著的甜心协议出现了，对犯罪者密如甜，对受害者苦如药。爱泼斯坦最终只认了2项招揽卖淫相关的罪名。随着甜心协议一签，这个洗钱线索被永久雪藏了。最后，他只被判了18个月，甚至每天早上可以离开监狱，去自己的办公室工作12个小时，晚上再回去睡觉。这份甜心协议是谁签的呢？当时的迈阿密联邦检察官亚历山大·阿克斯塔。这份协议不仅亲手把一个联邦重罪案压成了州级轻罪，甚至还附带了一项豁免条款，规定联邦政府不得起诉爱泼斯坦的任何潜在共犯。他让那份追查每一笔交易的传票永远躺在了抽屉里，还确保了爱泼斯坦背后的那些名字一个都不会曝光。后来阿克斯塔怎么样了呢？坐牢了，被调查了，还是被辞退了？都没有，他升官了。2017年，他被任命为美国劳工部长，进入特朗普内阁。直到2019年，爱泼斯坦再次被捕，甜心协议的细节被媒体扒出来，阿克斯塔才在舆论压力下辞职，但没有任何法律后果。到今天，他还是一个自由人。如今，爱泼斯坦已经死了，但美国参议员罗恩·怀登在他的追踪资金调查中说了一句话：华尔街存在普遍的违法文化，这些银行对亿万富翁的犯罪活动视而不见。而到今天为止，只有2个人被联邦刑事起诉：爱泼斯坦和他的前女友马克斯韦尔。航班记录、访客日志、受害者证词里提到的名字，目前一个都没有被追究，最多也就是被民事诉讼了一下。那问题在于，爱泼斯坦的这套匿名加离岸加风险隔离的模式消失了吗？或许爱泼斯坦从来不是系统本身，它只是系统的一个接口，一个用完就可以丢掉的接口。在某些金融体系里，最昂贵的商品不是高收益，而是不被记录。大家好，我是小李。最后再强调一下，洗钱是违法的，大家可以洗衣服、洗袜子、喜欢小李，就是不要去洗钱。